欧盟暗道破局，乌克兰军费与装备全数到位。莫斯科上空爆炸不断，乌打穿俄罗斯深水安全区。美乌达成共识，泽连斯基冒险视察前线。乌多线反击血洗前线，乌军打脸俄占领谎言。米格换无人机，乌波惊人军备互换，震撼战略格局。当各方以为乌克兰的财政即将被逼到悬崖边时，在布鲁塞尔一纸悄然生效的决议，让整个战局风向突然大变。原本几乎要被匈牙利和比利时两道封锁线困住的欧盟援乌资金，竟在最后时刻被一条隐藏的通道突破。乌克兰未来2年的军费就此尘埃落定。故事要从欧盟大使们的一次非常规操作开始。当地时间12月11日，欧盟大使级会议罕见地启动了第122条法规，这条被称为绕过一票否决的法律条文，让匈牙利等国的阻挠失效。紧接着，欧盟以书面程序闪电通过决定，将大约2100亿欧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过去半年一续的临时冻结，直接升级为永久冻结，但形式上仍保持可逆，并将相关收益与衍生资金用于重建乌克兰。布鲁塞尔时间12月12日17点，决定正式生效。相比此前只能动收益不能动本金的尴尬局面，欧盟的新方案堪称 B 计划的彻底成型，继续把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息交给乌克兰，同时以这笔巨额本金为担保发行全球债券，再将筹集的资金直接输送给乌克兰。这样做既规避了比利时对动用本金的不满，也在法律层面取得胜算。欧盟法律顾问团队笃定，俄罗斯若真正按国际法走诉讼程序，反而会因战争侵略行为必须赔偿乌克兰，金额远超2100亿欧元。更精妙的一点在后头，在12月18至19日的欧盟峰会上，成员国将讨论担保机制的具体安排。有内部消息称，愿意为债券担保的国家将获得对乌克兰武器供应的优先交易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优先用债券融资购买本国军工产品，资金帮乌克兰，订单留欧洲，产业链吃满，不让外人沾光。这是一手经济、外交与战略3线联动的组合拳。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评价，这是最接近符合国际法的方案。而对乌克兰及其支持者而言，这无疑是久违的好消息。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买账。匈牙利与比利时都表达了不满，可能提出抗议甚至诉讼。但在欧盟内部政治运作面前，这些声音恐怕难以掀起风浪。尤其是欧尔班，他现在最大的麻烦不是欧盟，而是明年4月的国内选举。比利时首相则被警告，若不同意方案，他可能丧失政府支持，甚至在欧盟谈判桌上被直接静音。乌克兰的好消息还不仅于此，北约副秘书长拉德米拉·谢克林斯卡近日透露，乌克兰将在2025年底前通过乌克兰优先军事援助计划从美国军火库获得总额约50亿美元的装备支援。计划所涵盖的物资包括防空系统、关键口径弹药以及各种关键武器部件，这些都将直接补上乌军在冬季和随后的防御周期中最紧缺的战场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笔援助并非由美国单方面承担，而是由欧盟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出资完成，显示出北约体系及其伙伴正在以更紧密的方式维持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按照计划，美国将从本土库存立即调拨装备，无需经过传统采购流程，从而显著压缩交付周期。这也是 PRO 项目被外界视作快速反应机制的原因。谢克林斯卡指出，当前最需要强化的是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和持续火力输出，而美制系统的加入不仅有助于缓解俄军持续空袭带来的压力，也能提升前线部队的消耗补给效率。与此同时，关键部件的供应将确保乌军现有装备能保持可运转状态，减少因缺乏零配件导致的停摆。随着交付节点临近，这项联合筹资援助将成为乌克兰战力的重要补充。不过，从物资运输、分发到投入前线使用的效果，仍需结合战线动态进一步观察。而这类由多国共同买单、美国提供库存的援助模式，也意味着西方支持乌克兰的框架正在向更制度化、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乌克兰在12月10日晚至11日凌晨发动了一次震撼俄方战略安全底线的远程打击。此次行动中，乌克兰安全局联合阿尔法特种部队，利用无人机锁定并连续4次命中俄方菲拉诺夫斯基海上钻井平台，迫使20多口油气井全面停产，使这一里海最大油气田陷入瘫痪。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飞越900公里、首次深入里海腹地的重型无人机完成精准打击，让俄罗斯原本自信的深水安全区首次暴露在战争威胁下。据悉，菲拉诺夫斯基海上钻井平台既是俄里海区最大的油气田之一，也是距离乌克兰本土直线800公里的深水安全区。乌克兰给出的理由也毫不含糊，任何协助俄罗斯战争机器运转的目标，不论位于哪里，都是合法打击对象。与此同时，乌军向莫斯科北部特维尔地区发射多架无人机，现场视频显示，城市多处爆炸不断，一些建筑因无人机残骸起火。特维尔距莫斯科仅150公里，是首都至圣彼得堡的关键通道。俄方承认遇袭，代理州长科罗廖夫称已启动疏散，但未公布具体细节。连续几日的打击使得莫斯科上空已经出现混乱，机场关闭了整整7小时，超过170个航班延误，近400架航班取消，甚至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的专机因无人机威胁无法降落莫斯科，只得改飞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与此同时，乌军将目标瞄准能源系统。12月12日夜间，乌方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第5大炼油厂，年产1500万吨的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占全国总炼油能力约 5%。起火瞬间被多角度目击记录，熊熊烈焰和浓烟在城市远处可见，伴随无人机巨响，彰显乌克兰对俄能源打击的精确与威力。俄方声称击落300架无人机，但以乌克兰当前的生产能力与过往战力判断，这一数字夸张成分明显，更像是试图掩盖俄境防空被反复突破的现实。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军的空袭力度同样提升，卡恰机场遭到命中，一架安26运输机受损，据称造成不小的人员伤亡。从行动方式可以观察到，乌克兰近期无人机的打击精度明显加强，极有可能以整合更先进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使其能够对高速或机动目标实施更高效的自动锁定。卡查机场距离前线仅约220公里，长期被视为乌军反复打击的固定目标。2025年以来，多架俄军战机再次被摧毁，油库也数次被引燃。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官方渠道宣布，乌克兰已与美国就战后重建及经济复苏计划达成初步共识。此次共识源于泽连斯基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库什纳及贝莱德公司董事长芬克的专项会谈，标志着乌美联合推进战后重建的合作机制正式启动。双方工作组首次会议围绕合作关键议题、执行机制及长远推进愿景展开磋商，并完成包含20个核心要点的基础文件，其中明确将安全保障定位为经济稳定与商业环境构建的前提。泽连斯基承诺以零拖延态度推进共识落地，并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确保合作计划高效执行。乌美初步共识的达成，为乌克兰战后复苏注入关键动力，也为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奠定基础。然而，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美国修订和平计划的提案作出实质性回应。外交顾问乌沙科夫表示，若看到提案，将可能存在不满之处。另外，2025年12月12日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赴前线的举动在国际间引发强烈震动。德国图片报随行记者记录下这位国家元首深入战场、直面炮火的全过程，而他此行最接近俄罗斯阵地的距离仅约2公里，被图片报高级分析师洛普克形容为现代历史上最果敢、最震撼的政治行动之一。在俄乌冲突持续焦灼、信息战与谣言交织的背景下，泽连斯基此举既是一场高风险的实地视察，也是一场战略级别的政治行动。他的行程全程未提前公开，在严密但不铺张的安保安排下抵达库皮扬斯克最前沿阵地。这里长期处于俄军炮火覆盖与侦察压力之下，是前线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泽连斯基在极近距离观察战况，听取指挥官简报，并与官兵进行短暂交流，了解前线物资保障、阵地轮换和及时风险。他现身的画面不仅极大提振士兵士气，也以最直接的方式击碎了近日围绕前线控制权的各类不实言论，让外界得以确认乌军在关键区域的防御态势依旧稳固。图片报特别强调，这样的前线近距视察在现代战争中极为罕见，因为任何误差都可能造成国家领导人的及时风险。而泽连斯基此举不仅展现了个人勇气，也向谈判各方释放出乌克兰不会在主权与领土问题上退让的明确信号。此访的时间点更被广泛解读为一种战略声明，距离关键的周末谈判仅有数十小时，乌克兰总统选择以踏上前线的方式来强化国内凝聚力，提升谈判筹码，并向盟友展示政治与军事意志的一致性。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泽连斯基的突然现身将成为影响即将到来的谈判进程的重要变量，而俄乌双方在这一节点上的进一步博弈，也将在他的这次高风险之行后变得更加复杂微妙。此刻乌克兰战场上最激烈的战斗依然在波克罗夫斯克，双方围绕市中心西南展开血战。俄军多轮反攻均被击退，乌军425斯凯利亚突击团在12月11日下午在市中心升起乌克兰国旗。乌军高喊世界必须看到，克里姆林宫声称占领这座城市是谎言，我们仍在战斗。罗丁斯克方向则传来好消息，乌军已完全控制 T0515 公路，确保关键补给线稳固。而就在一天前，俄军一支由30辆装甲车组成的机械化纵队在 M30 号公路西南遭乌军炮兵与无人机联合作战打成碎片，20多辆车被彻底摧毁，乌军步兵随后清理战场。乌军成功阻击这轮攻势，得到现场记者基里延科的确认。他表示，乌军稳住了波克罗夫斯克，但俄军仍不断以全地形车、摩托车等快速机动方式尝试突入，交火频率几乎没有降低。过去2周，尽管俄军多次对外宣称已占领波克罗夫斯克，但从战线动态看，这更像是一场持续拉锯战，前线态势并无俄军所言的突破。战事另一端，在南部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情报总局的特战小组对俄军关键防空节点展开精确打击，一套 S-300V 防空系统及一部 EL-125 SV 雷达被摧毁。爆炸画面显示，俄军阵地燃起强烈火光。此类深度破坏行动意味着乌军正在系统性削弱俄军南线防空与侦测能力，为后续行动铺路。整体来看，从谢维尔斯克到波克罗夫斯克，再到扎波罗热南线，俄乌前线局势正在向更高强度的攻防循环推进，而俄方的宣传战与实际战况之间的落差也正被不断揭穿。南线胡里亚波尔同样凶险，但乌军稳住了阵地。乌南方战区发言人沃洛申称，胡里亚波尔仍在我们手中，俄军在城市郊外就被歼灭。他说，俄军试图从东北两面包围城市，并切断来自波克罗夫斯克的补给线，但每次接近瓦尔瓦里夫卡村都被乌军提前消灭。胡里亚波尔现在没有敌人。更戏剧性的是，2名身穿平民服装试图渗透的俄军被身上无线电暴露后当场击毙。南线过去1天内，俄军伤亡355人，70件装备被摧毁，日损失依旧维持在300至350之间。然而，真正改变战局节奏的是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重大突破。战线另一端，俄罗斯却宣称攻占西维尔斯克，但乌克兰军方予以否认，称该市仍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乌方表示，俄军仅以小股部队渗透，多数在接近时已被歼灭。美国战争研究所也直接判定为假消息。但我们掌握的情况显示，俄第3军6个旅2万余人确实在昨日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控制了约 65% 至 75% 的区域。这座被称为英雄小镇的地方，从2022年6月守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陷落。前俄军官现被关押的斯特列科夫分析指出，俄军未能实现战略目标，乌军已将消耗俄军实力作为核心策略，使战争陷入长期僵局。同时，俄罗斯经济与工业受到严重压力，
战时消耗加剧了国内通胀和生产下滑，战争前景不容乐观。另外，俄军再度在前线上演宣传式插旗，却迅速遭到事实反噬。12月11日，几名俄军士兵出现在顿涅茨克西部的谢维尔斯克，并在当地的坦克纪念碑前升起3色旗。随后，俄方媒体大肆宣称已完全占领这座战略城镇，甚至渲染所谓居民夹道欢迎的场景。然而，这段画面所展示的范围极其有限，更像是一场摆拍式的象征动作。乌东作战司令部很快予以驳斥，强调谢维尔斯克仍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俄军只是在恶劣天气下渗入的小股武装，大部分在接近城区时已被消灭。目前，乌军正在城内展开搜剿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俄方第一次夸大战果。此前宣称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和占领库皮扬斯克的说法，同样被乌克兰方面否认。随着谢维尔斯克作为顿涅茨克北部防线门户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双方在这一方向的战斗预计只会更加激烈。与此同时，一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机换技术也正在发生。近日，波兰军方宣布正在与乌克兰谈判，准备把剩余全部米格29战斗机转交乌克兰，而乌克兰将提供其最新的无人机与导弹技术作为补偿，不仅补换装备，更是共同发展波兰新的防务工业能力。这是一笔非常不对称却极具战略意义的交易。战前，波兰拥有29架米格29，2023年初已分2批交付乌克兰14架。如今剩余的15架主要用于训练，正逐步退役。退役后的任务将由 F-16和韩国 FA-50接替，韩国军工的崛起在这里显露无遗。米格29在乌军服役期间表现亮眼，尤其在改装后具备投掷西方制导炸弹的能力，成为乌克兰空军对地攻击的主力。其高强度参战造成多架损失，多名飞行员牺牲，也从侧面说明这款苏制轻型战斗机的第二青春是在乌克兰战场上燃烧的。波兰的军事援助早已恢复，只是大部分隐而不宣。波兰总理图斯克最近甚至公布了由波兰自主卫星系统拍摄的侦察图像，这代表波兰从情报消费者转向情报生产国，光学加雷达侦察卫星全部自主可控，已经开始给乌克兰提供实战支持。然而，波兰内部却并不团结。总统纳夫罗茨基被称为波兰版特朗普，声称不知道转让米格29一事，似乎想反对，却又不敢明说。他与美国的万斯颇为相似，一边纠结历史情绪，一边抱怨乌克兰对波兰缺乏尊重，应该多说感谢。为此，泽连斯基计划访波与他会面，给这位波兰特朗普足够的面子。也正是因为纳夫罗茨基所代表的波兰及右翼势力不断制造内部矛盾，使得波兰在援乌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下降。甚至在8日的伦敦峰会上，波兰总统并未受邀。前总统科莫罗夫斯基直言，这是内部混乱和外交失调造成的结果。波兰正在帮助乌克兰，但波兰自身却因为政治撕裂而正在失去地位。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